好，各位好，今天是台湾投票日，我们投完票，我们就赶快来解题。今天LeetCode的问题是第1347题，所谓的 minimum number of steps to make two strings anagram。那它的题目就是说，你找出两个字串，假设一个叫 S， 另外一个叫 T， 那当然它长度必须是相同的基本上呢，他要问的是说，你需要几次的步骤，你可以使得这两个字串变成所谓的anagram。好，那它的那个所谓的minimum number of steps 它的 operation 指的是说，你可以选择任何的字元 T 上面的字元呢，将它替换成为另外一个字母。那实际上来说，那个 anagram 的意思啊，如果你用其他的语言来讲呢，原则上呢就是permutation。好，那我们看一下相关的例题的部分。好，那我们看它的那个例子比方说第一个例子是S 是 BAB，T 的话是 ABA。好，所以我们就看在 T 这个字串当中你要换的是什么。所以在 T 这个字串里面，你第一个 A 你要把它换成 B。好，那基本上它就会两个字串呢，它就会成为所谓的 anagram。这个当然没有问题，所以这个部分答案当然是1。好，第三个例子呢，基本上呢就很清楚，这两个字串就互相为所谓的 permutation 所以原则上你不需要做任何的动作它就已经是 anagram 了。好，所以这个没有问题。好，所以这个是有关于例题的部分。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怎么去考虑解答方式呢？我们这边原则上就是说它有26个字母，而且都是小写的所以原则上你就建立一个阵列你写长度为26的一个阵列就可以了。我们知道两个字串呢互为 anagram 的话，它其实基本上也就是说我们知道两个字串它互为 anagram 你如果是做它每个字母的那个频率，它应该是相等的换句话来讲，也就是所谓的 permutation。那我们在这边我们会试着用 Python 跟 C++ 去实作。我们的步骤是这样的就是说你个别针对 S 跟 T 这两个字串呢去做它的一个计数它每个字母出现的次数。那原则上它们当然是相同的长度嘛。那我们其实只要用一个 array 就够了不需要用到两个那针对S 部分呢，我们就用加的那针对 T 的部分呢，我们就用减的，然后我们再去比较它在这个 frequency 这个阵列里面，那总共26个字母嘛，所以你基本上其实你就是去看当它 frequency 是大于0的部分嘛这个时候你再把它加到那里面就可以了为什么我们只要考虑大于0的部分原则上因为你替换是一个字母换一个嘛，所以你这边加了一个，另外一边就要减一个，或者你这边减一个，另外一边就某一个地方你就必须要加1所以我们只需要考虑正的或者负的方便起见，当然我们就考虑正的就好了。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大概我们的解答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解答方式，我们这边当然第一个解答是采用 C++ 的方式去解，这是我们的解答。当然一开始我们就用原生阵列就可以了，而且它速度会比较快。那两个回圈，一个对 S， 另外一个对 T。对 S 部分你就采用加法，对 T 你就采用减法。然后我们再去判断它这个在 frequency 里面当中是大于0的部分，你再把它加进来，其实就是你的答案。好，接下来我们看我们在LeetCode 上面的实作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试着用 Python 来解答，好，这个问题应该不难去解。首先呢，我们先列一个清单。那英文字母小写的总共有26个，所以这边就乘以26，全部一开始值都是0。然后，它有2个字串，所以2个字串我们分别用 loop 去计算它的 frequency。C 是在 S 当中的字元。好，那么我们的这个 frequency， 主要是考虑 ORD C 减掉小 a 的 ORD。好，这个时候呢，因为你那个字母出现嘛，所以这边就要加等于1。好，那相同的做法呢，T 字串也是这样做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 Ctrl C Ctrl V， 那这边的 S 就直接改成 T 就可以了。那这个部分呢，前面是加T 的部分我们就改成减。好，然后我们再一个回圈应该就差不多了。所以它有26个字母 ，I 呢是 range 26基本上就是0到25。好，那我们只要考虑它这个 frequency 当中是大于0的情况，我们把它加起来就是答案了。好，所以只要是 frequency 它是大于0的情况，那我们这边拿一个变数应该就我们叫 ANS 好了，0。那这个时候我们 ANS 就再加等于我们的 frequency 在 I 的值，这时候它是大于0的。那小于0的我们当然不用处理嘛。就是你要拿大于0的那个 frequency 的字母去填补那个小于0的那个字母的部分。好，然后我们再 return 我们的 ANS。好，这样应该就差不多了。我们看一下，好，我们执行一次。这边1不见了好，再来。好，基本上我们看一下这3个 case 第一个 case 是正确的，第二个也是 OK 的，第3个也是 OK 的。好，那我们 submit 一次，看看它的一个成效。好，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看一下。好，所以它基本上这还好了这个大概是打败65%以上的 Python 3的使用者。好，那其实相同的类似的做法，我们用 C++ 也已经做了。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也是让它
run 一次好了。好，当然也都是正确的。那我们这边在这里我们是采用的是原生阵列，比较简单。好，然后这个部分我们应该可以再submit，看看它的一个成效。所以我们这次执行的结果是15毫秒打败100%的C++的使用者。OK。